灰金沟的旅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汉。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人生发夹湾的故事哦，180度的转变。那她的名字我们姑且叫她阿美。那阿美我们在哪里认识她的哦？在这样一个海岸美丽的国度，那拥有美丽的夜景，看起来很棒哈。但是阿美的家完全不是这样子哦，她是在一个很贫困的地方，然后从小就是很贫困，长大了嫁给先生，以为会很幸福，结果先生不负责，生活很不幸。阿美的处理方法就是开始喝酒，不断的喝酒，更暴躁，然后跟家里处得更不好，跟全村的关系都不好，跟孩子的关系也不好，孩子很叛逆，没有得到爱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就跟人家吵架，再进一步就打架。有一次呢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居然偷偷一把火把人家房子给烧了。他怀着这样的内疚感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先生跑掉了，孩子也坐牢了，他成为一个带着3个孙子的阿嬷。如果是你，有人跟你说可以知足啦，可以感恩啦，你会接受得了吗？阿美就遇到这样的故事，就遇到这样的经验。阿美利亚，我们在2019年在莫桑比克因为赈灾认识了她。莫桑比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在世界上的一个印度洋的角落，非洲黑暗大陆的东南方这样的一个国家，1976年才独立。那独立之后会幸福吗？没有开始内战，不断的内战。结束内战之后，成为全世界最贫困的10大国家之一。刚刚看到，不是有很美丽的海岸吗？夜景这么美，这个是贫困吗？非洲城市的一个小地方，你在这边会买到比台湾更贵的 iPhone。可是当你真正走到人民住的地方，那样的贫富差距不可思议。我们到的地方没有水，没有电，人民住的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西基铁号叉叉搭起来，这个就是他的家。灾民自己重建的家，就是这样铁皮弄起来。台湾可能宠物住的还比较好，这是他们的学校，我们亲眼所见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环境。阿美利亚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他的邻居跟他讲说：“你要不要跟我去做志工？因为我的朋友一直叫我去做志工，全村都没有人想去。”阿美利亚却拗不过邻居，去找邻居的朋友。结果邻居的朋友在做什么？贫困人帮助贫困人。一群人大家都在帮助贫困人。就第一天的说明会，这个朋友居然说：“我做了志工之后，我学会了4件事情，那就是对于生活要知足，对于万事万物要感恩，对于讨厌的人我们可以善解，困难的人我们可以善解。可是太难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包容吧。”如果你是阿美利亚，在这样的环境、这样的生命旅程当中，你能接受吗？阿美利亚不是关上耳朵、闭上眼睛，她是觉得你写的恭喜啊，你在讲什么？我觉得你们观念好奇怪，我要看你们在干嘛，我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。就阿美利亚居然就跟着开始去做什么？去发放这个没有办法自己煮的，他们就帮忙煮热食，煮了热食，自己也开始给热食。看到非常多贫困的人，阿美利亚好像心里面有个种子开始长开一样。她自己的家就很贫困了，家徒四壁，她的生活一无所有 ，even 这个是她的厕所。可是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她为什么投入？因为她看到比她更苦的人，她看到有人是残障，她看到有人比她困苦，可是却是独居老人，她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孤儿，这些孤儿让她想到她自己的孩子。就在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，不断的让心里的裂缝打开。就在有一次的活动当中，阿美利亚他们在看着台湾的大爱电视台所制作的一个节目叫《菩提心要》，现场有人翻译，他们通通都其实听不太懂，阿美利亚也听不懂。听不懂的时候呢，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一句话，他听懂了。他听到说，如果有人对你有恩惠，你就把它刻在岩石上，永远都不要忘掉。可是如果你有仇恨，就把它刻在沙滩上，随着潮水让它被冲走吧。阿美利亚突然想到说，她这一生那么多的烦恼痛苦，
这么多埋怨，如果我都能够把它刻在沙滩上，随着潮水而去，不是很好吗？我干嘛抓着不放？我为什么这一生要让自己这么痛苦啊？就这样子，阿梅利亚改变了她自己的心境。她开始做什么？她开始让志工拜托他们进来她的村庄，来帮助自己村庄的人。她开始去分享，她要走20-30分钟的路去很难取得的一些水给自己的邻居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？有一群慈济人在世界各地，像萤火虫一样，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发那个微弱的光，然后再去带动像阿梅利亚这样的困苦人。阿梅她说：“哇，我自不量力，可是我也想当一只萤火虫，我也希望能够发出那样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光芒，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光芒照亮这个世界。”而阿梅利亚她的手后来被车撞断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灰金沟的旅程，我是钟汉，下次再跟你分享。Ni vilela ku ve ni tamela ntirho wa mamana a ntirho wa mamana Master Shengeni a ndzi ku gama ka vutomi la mina. When